1988年，奥黛丽·赫本已经是好莱坞的传奇，但她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，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。那一年，她踏上了前往埃塞俄比亚的土地，那里正遭受着严重的饥荒。在一个难民营里，赫本遇到了一个瘦弱的小女孩，孩子的母亲已经连续3天没有进食，只为了把仅有的一点食物留给女儿。当赫本轻抚着这位母亲干裂的双手时，她没有说什么大道理，只是轻声说了一句：“您真的辛苦了。”这句话让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红了眼眶。后来，那位翻译告诉赫本，这位母亲说，这是她这么多天来第一次感受到被理解和尊重。赫本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发现，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辛苦了，比任何物质援助都更能触动人心，因为它代表着看见，代表着理解，代表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付出的认可。”这就是奥黛丽·赫本，一个用温柔改变世界的女人。她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优雅不在于外表的光鲜，而在于内心的善良和对他人的体谅。从赫本的故事中，我们看到了一种珍贵的品质——体谅。这种品质看似平凡，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。它不仅能够温暖他人，更能够成就自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同样是看到他人的付出，有的人喜欢说一句辛苦了，有的人却对此无动于衷。同样是收获他人的好意，有的人愿意说一句谢谢你，有的人却认为理所应当。面对棘手的难题，有的人能够安慰他人，处理纠纷，有的人只会抱怨，一味推脱。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处事方式，不一样的结果呈现。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，就是人们真诚的理解和帮助别人之后，同时也帮助了自己。体谅别人的辛苦，也是善待了自己。这样的体谅，不仅拥有强大非凡的共情力，还有着温暖人心的力量。懂得体谅他人辛苦的人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。而喜欢把辛苦了挂在嘴边的，往往是以下这3种人：有同理心的人，将心比心的温柔。围炉夜话中有这么一句话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指的是即使不是亲身经历，但依然能看到他人的辛劳，体谅他人的付出。这样的人往往具有同理心。朋友小李第一次独自带娃时，直言自己快累死了。当他给出差的媳妇打电话诉苦时，对方来了一句：“你也知道累啊，这就是我平常每天的工作。”刚有孩子时，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，妻子就承担起了带孩子的任务。一天下来，忙到浑身散架，却被小李吐槽能比上班还累。我很羡慕你呢。等到自己带娃，才知道妻子平时有多累。后来再看到妻子带娃，他要么主动帮忙，要么宽慰妻子，辛苦老婆了。相比于视若无睹，一句辛苦了是对妻子付出的看见和重视。妻子感受到爱和尊重，也会给丈夫更多的宽容和体谅。设身处地的体谅别人，不仅是一种温柔，也是一种教养。侦探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曾讲过一个故事。他在中东旅行的途中，和考古学家马克思相约同游沙漠。一次因为车在一个地方停留了太久，他们被陷入了沙坑里，动弹不了。
马克思和司机想尽了各种方式把车子拖出沙坑，但沙漠的高温却令人焦躁无比。马克思和司机不免都急得汗流浃背。自知帮不上什么忙的阿加莎，则拿着水和毛巾，安静地站在车子旁，时不时给忙碌的二人递上水，擦擦汗，说一句：“这么热的天，可真是辛苦二位了。”这让马克思和司机焦急的心也渐渐安静下来，合力将车子驶出了塌陷的沙坑。后来马克思回忆说，在那几个小时里，阿加莎完全没抱怨，既没有说什么都是你不好，也没有说我们不该停在这，而她展现出的耐心和理解，也让我原本自责的心有所宽慰。看到他人的付出，有些人选择置若罔闻，有些人选择抱怨连天，全然不顾那些正在努力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情。而有同理心的人却能够将心比心，一句辛苦了，既对别人的付出表示了肯定，也把话说到了他人的心坎上。心理学上有一个南风效应告诉我们，冷漠的态度只能把人越推越远，舒服的言行才能把心逐渐拉近。成年人的世界，做事不争对错，说话让人舒服，把他人的感受放在心上，把自己的善意放在嘴上，才能让一段关系走得长远。能抗事的人，责任与担当的体现。阿明刚带团队时，经常遭到下属的怨怼，团队有了成绩，他占为己有；工作出了差错，他立马甩锅，这让大家伙非常烦他。而团队中另一个同事阿勇，则为人靠谱，有事能扛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和颜悦色。先以一句辛苦了肯定同事的努力，再讲改善方法。他带出来的人进步飞速，他对接的工作结果也总是超出预期。最后阿勇被老板升职，阿明却原地不动，常常把辛苦了放在嘴边。虽是一件小事，但却展现出了一个人办事靠谱、包容宽厚的品格。职场中一个为人靠谱、遇事能抗的人，便是一个值得被托付的人。热播剧《相逢时节》里的简宏成，便是这样一个人。他在得知因姐姐经营不善而导致自家公司亏损后，没有指责，也没有发火，反而带着安慰的口吻说：“姐，这些年真的是辛苦你了，接下来的事情我来帮你处理吧。”这既宽慰了姐姐的心，也让手下的员工重拾了干劲。后来他接过了简氏的烂摊子，清理了各种烂账，虽然困难艰辛，但终于把父亲留下的基业再次推上了正轨。作家苏岑曾说，能扛事的人，即使在心情最糟糕的时候，仍会按时吃饭，早睡早起，自律如昔。我却觉得，能扛事的人，即使在心情最糟糕的时候，仍会照顾到他人的情绪，顾及到大局的利益。他们不会让自己成为情绪的奴隶，也不会把精力浪费在相互扯皮上。相反，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弄清事情的原委，理清他人的付出，着手解决的办法。这样的人，既有长局者的思维，也有成长型的思维。有他们在，团队更和气；有他们在，办事更放心。要知道，人这一辈子，能扛住多大的事，就能成就多大的事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在创办京瓷公司时，面临过无数次危机。有一次，公司的一个重要项目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可能导致巨额损失。当时，
项目负责人和团队成员都非常沮丧，甚至有人提出辞职。稻盛和夫没有责怪任何人，而是召集大家开会。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大家这段时间真的辛苦了，我知道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。”然后他说：“现在我们要做的不是互相指责，而是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”最终，在稻盛和夫的带领下，团队不仅解决了问题，还从中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，为公司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稻盛和夫后来说，一个真正的领导者，不是在顺境中指挥若定，而是在逆境中依然能够给团队温暖和力量。一句辛苦了，有时候比任何激励都更有效果。懂得感恩的人，心怀感激的力量。有一次，一段隔离住户怒对志愿者的视频刷爆网络。视频中，一位业主因志愿者上门发放物资时没有按门铃，而是拍门而火冒三丈，指着志愿者的鼻子骂对方没有礼貌。志愿者也十分委屈，说自己是志愿者，只是想发放物资。住户却继续高声：“没有人让你做志愿者，也没有人叫你为我服务。”一时令很多网友直呼心酸。在面对他人的好意时，我们即使不能说声感谢，也应该道一声辛苦了。这世上没有理所应当的付出，与其一味放大他人的瑕疵，不如多想想他们的好。毕竟，人贵之恩，贵在感恩。同样是隔离期间，志愿者们忙进忙出，为小区居民送菜，给楼道消毒，还要在小区口站岗轮值，这让一位老奶奶十分感动。就每天起来后，站在窗户跟大家伙喊话：“在外面站岗，你们辛苦了。”这让志愿者们脸上多了些笑容，还隔空和奶奶合影留念。一句简单的辛苦了，既是发自心底的感激，也是心与心之间真诚的靠近。生活中懂感恩的人，运气总不会太差。他们不仅会为自己积攒好运，还能吸引更多愿意帮助他们的人。因为人性如此，谁都愿意帮助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而不是靠近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人活着，懂感恩是一种高贵的品行，更是一种难得的修养。因为他们知道，世间一切乃众缘和合，众力所成，非独一人所能为事，故当怀感恩之心。凡是感念别人一份付出，别人也会心里舒坦；遇事牢记别人一份功劳，别人也会将你抬得更高。懂感恩的人，无论在哪里都会吸引贵人，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人生。股神巴菲特在每年的股东大会上，都会花大量时间感谢那些为伯克希尔·哈撒韦公司付出的员工。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你们真的辛苦了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今天的伯克希尔。”有一次，一位记者问巴菲特：“您觉得自己成功的最大秘诀是什么？”巴菲特回答：“学会感恩。当你真心感谢那些帮助过你的人时，他们会更愿意继续帮助你。而当你习惯性地表达感谢时，你会发现，愿意帮助你的人越来越多。”巴菲特的助手曾经透露，巴菲特有一个习惯，就是每天晚上都会写感谢信，感谢那天遇到的每一个为他提供帮助的人，哪怕只是一个门卫或者清洁工。一句辛苦了，成本几乎为零，但它能带来的回报却是无穷的。巴菲特说，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，有同理心、能抗事、
懂感恩这3种特质，其实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，它们都指向一个共同的品格核心：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。同理心是一切良好人际关系的基础。只有当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处境和感受。这种理解不是同情，不是怜悯，而是一种平等的、发自内心的认同。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具有高同理心的人，在职场中更容易获得同事的信任，在家庭中更容易维持和谐的关系，在社交中更容易建立深度的友谊。而抗势能力，则是同理心的升华。当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他人，还能够在困难面前承担责任，为他人遮风挡雨时，我们就从一个有同理心的人，成长为了一个有担当的人。这种担当不是逞强，不是逞能，而是一种成熟的表现。它意味着我们愿意为了集体的利益，为了他人的福祉，承担起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。感恩，则是这种品格的最高体现。当我们不仅能够理解他人，承担责任，还能够对他人的付出心怀感激时，我们就完成了人格的完整塑造。感恩让我们保持谦逊，让我们记住自己的成长离不开他人的帮助。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不忘初心，在失败时不失希望。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我们似乎越来越缺乏这样的品格。社交媒体让我们习惯了展示自己的光鲜，却忘记了感谢他人的付出。竞争压力让我们习惯了争取自己的利益，却忽略了他人的感受。成功学让我们习惯了追求个人的成就，却淡化了团队的力量。但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，那些依然保持着辛苦了这种表达习惯的人，显得格外珍贵。他们就像黑夜中的明灯，温暖着周围的人，也照亮着自己前行的路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培养这种品格呢？培养同理心，首先要学会观察，观察身边人的表情，观察他们的肢体语言，观察他们的情绪变化。当你的同事加班到很晚时，当你的家人为了家庭忙碌时，当服务员为你端茶倒水时，试着去感受他们的辛苦。有了观察，就要学会表达，不要吝啬你的辛苦了，不要觉得这是客套话。真诚的表达，哪怕只是一句简单的话，也能传递出你的善意和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要从行动开始。当你看到他人的辛苦时，除了说辛苦了，还要想想自己能做些什么。也许是主动分担一些工作，也许是提供一些帮助，也许只是默默地不给他人添麻烦。最后，要学会反思。每天晚上，想想今天有哪些人为你付出了，有哪些人帮助了你，有哪些人让你的生活变得更美好。这种反思会让你更加珍惜身边的人，更加感恩生活的美好。丰子恺曾说，你若爱，生活哪里都可爱；你若恨，生活哪里都可恨；你若感恩，处处可感恩；你若成长，事事可成长。不是世界选择了你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。当你习惯于把他人的不易装入眼帘，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共情。当你习惯于把他们的辛苦放入心间，心之所向之地皆是感恩。当你习惯于把辛苦了挂在嘴边，你的生活里必将多了些担当。愿你能爱这个世界，也能被这个世界所爱。愿你在给予他人温暖的同时，
也收获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愿你的每一句辛苦了，都能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声音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